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去瞪哥去了。 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。 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？师叔，小心了！星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 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红哥，你知道冠绝榜吗？摆手旁牌那个。 将来的冠绝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 或许，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不要太自大了。这，我早就明白。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 这里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 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人间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溅啊！少年风情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
刚才那算是？躲开一点。啊。心声随尽人情袅袅，上扬彩涛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歌声。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上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叔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，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是，求见李寒一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别喊了，没人理你。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厅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剑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，这是纱布剑。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剑雪月城”这句话来？好。这种杂耍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。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哦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。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哎，这来闯的是我。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望尘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一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一，我的登天阁。去！李寒一，你陪我登天阁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了！李寒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胸牌可还好？好疼！哎，打不过。是打不过。要不，咱俩一起上？好啊，一起上。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剑雪月城，赵玉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剑雪月城。他有过这世间的情节，今天模糊了双眼，不
剑仙9留步。向前，无法抗拒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，烈火轰雷。剑名，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。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赵师叔，许愿。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走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杰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办，不能离开雷家。雷无节，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
随你去雷家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3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杰早已先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杰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杰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如若他日雷轰师傅责怪，雷无杰便已死，以谢二位恩师，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杰，来，起来。雷无杰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。啊！哎，雷无杰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。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……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行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3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
三城主好大的谋算。不过萧某志不在此，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三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。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竟一刀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鳞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顶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九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萧瑟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？
在你拜师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3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3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个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节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来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，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，所以才叫他憨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3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3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
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